魏无羡翻来覆去都找不到舒服的入睡姿势，又见蓝忘机身旁还有不少空位，索性往床上一凑，在蓝忘机身边躺下了。他本是想躺一会儿就起来，可不知是不是夜深人静的缘故，蓝忘机身上的檀香气息似乎比平时更加显著。这味道极为淡雅，却令人无法忽视，莫名让他有点不想挪窝，心里暗自琢磨：要是蓝湛醒来看见一个大男人躺在他身边，会不会气得发抖啊？不对，说不定会直接把我杀了灭口吧。还没等他琢磨个明白，眼皮就先撑不住了。次日清晨醒来时，蓝忘机还在安然熟睡。魏无羡心想自己大抵是逃过了被灭口的命数，美滋滋下楼去吃了顿早点，还顺带着给蓝忘机也烧了一份。捧着2个热乎乎的包子上楼时，魏无羡恰巧遇见蓝忘机从房门里出来，故作平常的招呼道：韩光俊，你醒了。蓝忘机穿戴整齐，目光清明，面色淡然，一如往日，丝毫看不出宿醉的迹象。只是一条沾染血色的白布裹在手上，着实惹眼了些。他站在门前，垂眸对着手掌打量了许久，似是想不通这东西是怎么来的。见魏无羡走近，蓝忘机的目光很快锁定在他明显缺了一段的衣袖上，抬眼向他投去复杂的一瞥。魏无羡被他盯得心神一慌，清了清嗓子，嬉皮笑脸道：韩光俊，你是不是近日练剑练得太入迷了？昨天夜里睡着觉都还在舞呢。我听见你房里有动静，还以为有歹徒闯入，结果进去一看，你安安生生躺在床上，一只手拿着剑，另一只手还划破了个大口子。我呢就善心大发，顺手给你包扎了一下。蓝忘机默然不语。魏无羡心里越发没底，又急忙补道：真的就只给你包扎了一下，别的我什么都没做，什么都没看到。此言一出，恐怕连聋子都能听出是在此地无银300两了。魏无羡追悔莫及，心里砰砰打鼓。谁知蓝忘机却面不改色，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：心法如何了？经过昨夜那一遭，魏无羡早就把这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此刻听蓝忘机问起，恍然间像是回到了少时被人抽问功课的时候。只是过去在是摘莲蓬打山鸡，课业上依然能对答如流，从不犯怵，眼下却着实失了底气。心虚之余，魏无羡又不免纳闷：明明昨夜借酒发疯的是蓝湛，凭什么他脸不红心不跳的，我反倒跟做了天大的亏心事似的。他摸着后脑勺道：韩光俊，真不赖我不好好练，你这心法也太难了。你也知道我这身子资质那么差，半点仙骨都没有，你这实在是很难为我啊。闻言，蓝忘机并不意外，微微点了点头，推开身后房门进了屋，又回头看了魏无羡一眼，示意他进去。魏无羡一头雾水，紧跟其后。蓝忘机在案前落座，长袖一挥，翻出忘机琴，做弹奏之姿。魏无羡看了眼蓝忘机缠着白布的右手，正想出言阻止，这时蓝忘机左手一挥，零零琴音便飘逸而出，锵然有力，颤鸣不绝。虽是单手抚琴，力度却分毫不减。魏无羡便将话咽回了肚子里。也不知是什么作用，这琴音如同丝线，将他体内那几缕灵力牵引聚拢，渐渐的竟真让他摸着了些门路。魏无羡心中暗自称奇，忍不住问：韩光俊，这心法你是从哪里学来的？蓝忘机低头不语，继续奏琴。魏无羡眼珠子一转溜，兀自道：我就知道，一定是你独创的。终于，蓝忘机抬了抬眼皮。何出此言？魏无羡琢磨着道：以单元护心这样的法子，我确实是闻所未闻。修我们这道的，玩的都是夷陵老祖剩下的。这些年模仿他的数不胜数，却无人能出其右。这么多年了，还是以前那些老东西。这么厉害的心法，若不是为他所开创，而我又从未听闻，那就只能是独门秘籍了。见蓝忘机不说话，魏无羡喜出望外道：真是你独创的，韩光俊，你也太厉害了吧。魏无羡又道：不过你没事研究这个干嘛？
这心法你又用不上。蓝忘机始终未言，魏无羡转念一想，也是，像你这么厉害的人，自然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晓了。哎，要是夷陵老祖当初也听说过这心法，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年呢。这就叫什么天命难。话音未落，只听铮的一声，琴弦猝然断绝，琴声骤然止歇。3根银弦从乌黑的琴身上飞旋而出，对直打在正对的墙面上，竟直接砸出了3道深如沟壑的划痕，足见其力道之猛。划痕边缘隐约带着血迹。正当魏无羡寻思这血迹从何而来，便见又一滴血落在了他面前的桌案上。抬头一看，蓝忘机左手指尖上赫然是3道极深的伤口，现在仍血流不止。魏无羡惊呼了一声：“你！”他愣了愣，连忙从本就缺了一截的衣袖上又撕下一段，赶到蓝忘机身边，正要拉起他的手给他包扎，却被他闪身一躲。魏无羡旋即反应过来，蓝忘机天性不喜与人触碰，昨夜他醉得不省人事，这才乖乖任由自己包扎，现如今恢复了清醒，自己再这么唐突靠近着实不妥，因而识趣地退了回去。蓝忘机垂眸看了眼琴，默默从乾坤袋里取出3根新弦，打算给琴换上。之前他伤了一只手，尚还能用另一只手奏琴，如今2只手都负着伤，如何能做得了换弦这样精细的活？2只伤手极其费劲地试了许久，仍然未能成功。一旁的魏无羡见状，主动道：“我来帮你吧。”蓝忘机低声道了一句：“不必。”紧接着又试了好几次，直到将手中崭新透亮的琴弦都尽数染成了刺眼的血红，却始终未成。几番尝试无果，蓝忘机终于泄了一口气，衣袖轻轻一扬，翻手收琴。他低头坐在案前，一向古井无波的眼底似乎有什么涌动了一下，片刻后又恢复风平浪静，淡淡的道：“之后再奏，先去用早点。”魏无羡举起手中用纸包着的包子，递到蓝忘机跟前摇了摇，说道：“用过了，我还给你带了呢。”蓝忘机扫了一眼，没有接过来，只道：“那便启程。”说完他就要走，魏无羡看着他血淋淋的五指，伸出手臂挡在他身前：“你的手得包一下。”蓝忘机没有回答，径直往门外去。眼见蓝忘机并没有要处理伤口的意思，魏无羡也顾不得他喜欢不喜欢，一个箭步上前将他拦住，隔着衣袖攫住他的手腕。蓝忘机抬了抬眼，面色凝肃。魏无羡赶紧补充：“我保证不碰到你。”蓝忘机终是没再抗拒。蓝忘机平日奏起琴来，看似轻盈灵动，实则是举重若轻，每一次拨弦都有灵力流转，力度也是常人无法比拟的，若是稍有驾驭不慎，必然伤人伤己。伤口深入皮肉，若是再多用些力，说不定就要将手指直接劈成2半了。十指连心，魏无羡不敢想象那该有多痛。他看着狰狞的伤口，手里拿着白布，迟迟不敢下手，又觉得直接包扎似乎不好，便问：“有没有外敷的药？”蓝忘机摇头。魏无羡面露愠色：“你平时出来夜猎都不随身带些膏药吗？万一受伤了怎么办？”以前魏无羡自己夜猎时，也从没想过要带药，受了伤随便绑2下就行。平日画符直接往手上破口取血也是常有的事，这时教训起蓝忘机来，却还底气十足了。蓝忘机静静道：“不会。”魏无羡一愣，紧接着明白，他说的不会是指不会受伤。想来也是，以蓝湛的修为，一般的邪祟别说是伤他，就连进他的身估计都难于登天。能伤到他的，只有他亲手往掌心里钻的9坛碎片和那位回不来的故人。越是回想昨夜蓝忘机失魂落魄的模样，魏无羡心里越是发紧，微微叹了口气，佯作轻巧道：“以后还是要带些药。”当日午后，他们遇见抵达渭水一带，在咸阳落了脚。
咸阳原是这一带最繁华的城池，不过自当地助阵的仙门裴氏轰然倒塌后，却也渐显萧条之色。但瘦死的骆驼终归比马大，比起寸草不生的陇东，还是热闹繁华了不少。大小仙门林立，各路修士云集。二人对此地都算不上熟悉，仙门世家关系错综复杂，不少人又曾与蓝忘机打过照面。为避免打草惊蛇，他们没有贸然找仙门问询，决定单独由魏无羡从民间入手。此地商贸通达，商贩们大都见多识广。之前在陇东，他们拿着从金陵台和独秀岭得来的几柱残香，想让香料商人辨别香的种类，可当地的香料商人做的都是本土生意，见这香并不眼熟，便也无计可施。